本节目由满满鲜牛乳、浓浓中国韵的旭进欢团扇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历史交互大有用处。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首席特约播出。感谢我在舞台在炸场让我来的耐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式体型管理专家的乐姿乐颜型美 C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满杯椰椰系列重磅回归，夏日理想椰。感谢肯德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了不起舞社情报站，赶紧看看我们的微博了不起舞社心愿回收基地有哪些心愿被毛鸡蛋点亮，希望可以让选手自己选择主题分组，展示自己擅长自信的领域。这次突围赛的安排就是敢想敢玩，自由联盟，队员们要自由组队，自主选歌，自己编舞。总之，我要告诉全世界，这个舞台已经被各位承包了。率先抢到签字笔的队伍优先获得选择权。幸运大长腿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哪里？你呢？赖老师是这么写的吧 ？Hello， 放尊重一点。我不是这个雅。哪个雅？哦，对，这个。你来写我名字，我看你能不能写对。再见，真的再见。你们真的很不熟哎，你们。作品的音乐呢，大家根据喜好进行选歌，并且节目组会配合你们对于音乐进行一些适当的改编。可以改编。我刚跟你说就是有人喜欢吗？我，这个也好好听哦。你唱这首歌，我们搞行为艺术。对，然后我就坐在他那里，别让这样。我刚跟你说的就是这个感觉。想好吗？他说的话。等会万一选不到这些歌咋办呢？本次突围赛需要各位队员自主完成编舞。我天！赶紧想一下。更多惊喜本周解锁第8集突围赛，大家加油啊！期待大家的舞台，希望节目组多给点晋级名额吧。欢迎来到了不起舞社突围赛的现场。今天场上将近一半的队员和舞社告别。一半。突围赛赛制就是4个字：不服挑战。啊，挑战，互相挑战。对吧？不懂，我真的听不懂。不是所有中国女人都这样的，让她不要害怕。我的世界观被刷新了，这首歌原来是这样子理解的。哎，我觉得他们组有可能全员进。我也觉得。好看，蛮好看。有没有人不服？哇！来啦，终于来了。你们今天的所有的表演的情绪非常到位，这个作品是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作品。经过我们的非常痛苦的合议，够留下来进入半决赛的人选。本节目由满满鲜牛乳、浓浓中国韵的旭进欢团扇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历史交互大有用处。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首席特约播出。感谢耐克女子街舞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式体型管理专家的乐姿乐颜型美 C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满杯椰椰系列重磅回归，夏日理想椰。感谢肯德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这里是由满满鲜牛乳、浓浓中国韵的旭进欢冰淇淋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了不起舞社。大家好，欢迎来到了不起舞社突围赛的现场。在这之前，你们已经按照了自由意志组成了8支队伍，编排了8支起舞作品。那么在
在突围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专业技术点评团。我们到场的专业舞者，今天还有神秘任务在身，待会揭晓。今天一共有29位队员参与突围，最多只能有15人突围成功，与已经成功晋级的8位队员一起携手进入半决赛。也就是说，今天场上将近一半的队员和舞社告别。一半。 15个席位坐满，比赛结束。大家加油！跳着，然后就轮不到我们。好突然啊！我不知道，高兴。突然火药味这么重。如果15个名额之外仍有队员需要入席，将触发末位淘汰规则。主理人投票，最低的队伍末位淘汰。之前争位置是不是要早一点？对啊。现在向大家宣布最关心的突围赛赛制。简单来说就是4个字：不服挑战。挑战赛挑战，互相挑战。在作品表演结束后，我和4位主理人会现场立刻给出裁断，获得5票的作品，全员立刻直接晋级；获得2到4票的作品，需要接受尚未出场队伍的不服挑战。如果没有人不服，则该队伍直接晋级；而获得0票或1票的作品，全员进入淘汰区。在此之前，各位队员已经通过组内投票产生了本次突围赛的出战顺序。我们觉得这个出场顺序还蛮不错的。就我觉得我们如果太靠前一点，可能会有点压不住。就是后出场不好。什么跳不了？有的人跳不了，有人跳不了啊！如果前面都成功晋级，后面是不是没机会了呀？我不能让他们2个努力这么久，然后我们3个直接回家。所以我们都不是要扣爱王。我就觉得这个赛制其实还挺残酷的，但是我们对这个作品非常有信心。今天是个突围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全力的冲刺跟准备，而且每一个人态度其实都是拼命的去奋斗完这一支舞。突围赛即刻打响，有请本场 MC 廖波。好的，第一支出场的队伍是3爱，有请赵舒然、林永熙、郑雅倩。哇，好美呀！哦，哇哦，我也哇哦，你也哇哦。赵舒然的表情 ，Let me see 你的表情啊！我真的救命了！他每次就是在说我的表情，然后我就心想，等着看吧，给你一个惊喜，就是这种状态。现在为大家宣布一下突围赛的赛制，我们需要大家组成1个2人组、4个3人组、3个5人组，率先抢到签字笔，在白板上面签上你们的名字，就宣布组队成功。等一下，别墨迹，现在马上定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提前做好，就可以提前选。走，那就3个人，就3个人。你们挑啥？其实没定，但是就想着说，就是人心齐一点，没那么多事儿。我是一开始想着最好能组5人队的，因为人多有优势，不管是画面感还是做组合技。现在已经下定决心的伙伴，即刻出发！幸运大长腿在哪里？5人组已经满员，加油！2人组满员，加油！现在还有2个3人组啊 ！No， 咋回事啊？咋弄啊？就是一直没抢到，然后最后剩了我们6个，只有我们了。来吧，手牵手背儿吧，手牵手背儿。我们3。之前我就想说，如果再有舞台的话，就出一个自己没有在这里面跳过的一个风格。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就尝试一下国风吧，也算是一个新的突破，让大家知道哦，还可以这样，赵舒然还可以这样。
手中这扇，白叶雕像归云自上。哇！金藏在命上，规则参差纪年里催促痴情，我梦念想承受起，大击拳打规则让原地。哇，大家真的很不错，女人也不错，真的。太美了，好漂亮啊，姐，好美啊！可以再看300遍，好好看，真的有被美到哎。好的，社长与主理人，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本轮的判决。3。哇，真的好难啊！但还是不错，还蛮大。 1。4票。 4票，我天哪，别管了，好难啊！好，2到4票的作品需要接受不服挑战，有没有人不服？当时那个后面屏幕倒计时的时候，我好怕，我说赶紧过去吧。有没有人不服？有吗？我没有举手，没有举手，还不挑战那些，这个时候别扇扇子哈。我没有，人家以为你举手，我告诉你。好的，恭喜3爱晋级。好，我有一个问题，舒然是这个 choreography 是不是你安排的呢？对。但是上次你跟菲菲老师一起做舞台，你说哦。 我觉得我不合适这样的衣服，但是对他进来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旗袍，勒得我一点都不能呼吸，我不自如，我不喜欢。什么原因让你 OK 穿？继续穿紧身的是吧？没办法，选的歌就是这个，他也不能穿 hiphop 的，上去咣咣一顿，咣咣一顿。啊，对，东北话生，主持人东北话也出来了，实在。我刚刚看的特别激动，是今天你让我看到了全新的赵舒然，原来赵舒然也可以做到这样，这种风格你也能驾驭得这么好。我记得记忆最深刻的是，就是你们把那个伞就是拿下来挡在自己的头上，然后这样走出来嘛。但你的那个伞的位置用的非常的精妙，就让它既看起来像伞，又看起来像帽子。然后这个帽子的帽檐很长，它会盖掉你一点点，然后这个就增加了你们的神秘感，然后再加上你们的身段，我觉得这个真的画面感太美了。谢谢菲菲主理人。有2个地方我特别喜欢，一个是中间舒然拿着伞走出来的地方，还有一个是最后拿着伞走出去的地方。我觉得舒然真的很适合，其实我觉得舒然表情变多了很多。对，他在那个旗袍组的时候，你就看他，比如说什么，就我们突然哒哒哒咚咚这种哒，或者是走出来就是这种表情，他是没有的。但今天我为什么觉得你特别闪耀，是因为这支舞蹈真的太适合你了，就是你的那种清冷的气质太符合了。不 ，OK， 我太喜欢了，我 sorry。喜欢就是喜欢，真的，然后就是我觉得林夕和那个雅倩，就是你们的走，特别是背对的时候撑着那个伞走的那个声韵和身段，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就那个手和肩的那个角度，再多一点点的话就会更好了，对，
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给票，就是我觉得是舒然太突出了。整体来说，我犹豫了一下，对，所以就没有给。他们的票也挺高的，我的今天的标准是进步的，来节目的第一点，虽然是吃冰淇淋的那个女孩子吧，冰淇淋的那个没有人说话，带头带，对，带头带，然后没有，只有一个人，然后。这样的人，今天变得这样的人，对，这个是这个了不起512的意思，我觉得对你很大的进步，对这个点是很棒。谢谢赞助主理人。然后我有想说的，因为他们俩都没有跳过这种风格，然后我刚开始会说，我说就假装吓一下，我说我跟你们讲啊，我说我排练凶，我骂人。我还抠动作也凶，我脸也臭，脾气也烂，脸是真臭，就是真的臭。赵老师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比较冷脸嘛，酷酷的，然后凶凶的印象。想靠近，想贴贴，又不敢贴贴。然后擦擦擦的时候，你开那边的手，你等会儿我再说。然后是擦擦擦。对，然后手很近嘛，这手差不多，再近点，近，擦擦擦，擦擦擦，哎，擦擦擦擦擦，就是没有他指令不敢放。你放下吧，有点太老实了。后面就发现了他另外可爱的一面，就还好，还是挺温柔的。然后，但是当我真的抠动作的时候，隔壁木南他们就会说：“哎，你怎么抠动作这么温柔啊？就是哒这种。”我说不是我温柔，是他们俩真的太认真了，我想生气都生气不起来的那种状态。听我们生气吗？对不起啦。对，就舒然给我们排练的时候，包括那个什么气口啊，然后力度都说的特别的仔细清楚。如果说困难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惊喜吧，就是发现了赵姐的另外一面。赵姐，关于被称呼赵姐有什么感受？赵姐，就觉得自己跟那个大哥大似的，大姐大，就是随时就干仗的那种，感觉自己老了10岁吧。好的，有请专业点评团的老师为我们来做点评。除了像刚才菲菲主理人和潇潇主理人说的拿伞的那个地方，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有就是你们侧腰躺在地上的那个画面。也就是说，这个舞让大家记住了很多能记住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好的作品。然后国风呢，最重要的就是味道，是那个状态。其实你们3个身体的体态很柔美，但是我的状态是很飒的，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很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都非常棒。然后继续加油，谢谢。谢谢马师。谢谢马晓龙老师，小君君老师。因为我看到前面老师们都主要是在说舒然嘛。但是一个好的作品，这个能够呈现出来，也要归功于我们还有另外的2位舞社队员的。对，如果说你们没有做到这一步的话，今天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舞台的。对，是。最后一个我想说一个，就是说这首歌本来是时候嘛，今天这首歌在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时候。谢谢你们。好，谢谢2位老师精彩点评，同样感谢3位，请移步至我们的晋级区，恭喜！晋级区已被占据3个席位。我真的很开心，就自己突破的这个新风格去尝试，然后被大家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开心。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汗水爆炸，让我们有请毛宁、诗悦、郭佳宇、王君欣、唐丽佳。对 girl power 了 ，girl power 了，这个衣服就不一样。这次组队有3个人准备在我们组竞聘上岗。你们要组几人组？他5人组。那我跟你们吧，我跟你们，我可以吗？我那个，你看，还差一个，你们俩就你问问。当时真的很纠结，然后现场非常急迫，已经要选音乐了。然后佳宇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他说：“你看，你觉得他们谁比较适合我们现在要跳的这个舞种，你就选谁。”
我说那就 Liga 吧。行，那就这样5个人了。这个时候就别纠结了，走吧。哇！可以。因为突围赛嘛，这次而且面临淘汰，大家肯定是卯足了劲儿，然后就想把这个作品弄好。5、6、7，走，蹦，看，这样是对的。我们这个起舞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线了，之前我们想太多了，我们想加斗笠。我变形金刚。转身，哎，还想加红绳，全部都否掉了。最后其实我们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大家都是一个战士，我们只需要拿出战士应该有的态度就可以了。哇，群星姐好飒啊！练舞辛苦了，让我们来跟西京宽冰淇淋奖励一下自己吧。你看这个玉兰催眠的小团上，和我们这一次的舞蹈好配哦。希望我们这次起舞尽欢能够凯旋。这一组非常的有态度，这个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了不起舞社的，我们知道吧？起舞。社长与4位主理人，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本轮的选择。3、觉得他们组有可能全员进。2、1，5票。恭喜碳水爆炸直接晋级，值得，很棒。首先，他们舞蹈能力很够，气场很足。一开始是感觉是一群人整装待发，在做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出征，然后在中间的过渡的环节缓下来的时候，是感觉到敌情。Stomping 的那段舞蹈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在给自己鼓劲，就是说我要去战斗了。然后最后面厚积薄发，一口气冲上去，然后打败敌人，然后后面很飒的站在那儿。我就觉得每个人的表情、动作，包括整个的舞美，还有你们的衣服，然后你们的发型和表情、动作的力度，还有你们的走位编排，我觉得就是能够让我感受到是很统一的，整齐度也不错，所以我最后是给的手。谢谢老师。而且他们身上的 energy 真的就是，很燃，就是你们的心里想的、想表达的东西跟编的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哦，这个舞蹈是谁来编排的呀？编排的话主要是我，但是我们其实整个组分工非常的明确，因为是诗悦他主要负责音乐部分 ，Liga 就是负责服装这一块。
然后还有就是 Grace， 她就会提出一些 idea， 因为她本身就是有武打演员的那个特质在，她就是很想在这个空腹的地方加入一些让人记忆深刻的空腹的东西。然后就是佳宇，他就是那个落实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整个5个人的状态就是分工特别明确，然后就像一个真正的就是舞社，就我们就是一个 team。感觉到了，接收到了。看你们5个人跳的时候，我也觉得哦，你们5个人都了解自己是想表达什么东西，所以我看的时候有 OK 更了解，然后可以feel your energy， 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的这个点。然后本来我看这组的成员，我看到 Gracie 嘛，所以我一开始有点担心嘛，但是看 Gracie 跟5个舞者一起表达的时候，我觉得你表达得很好，然后我觉得你进步的很多，所以对。是的，我也觉得那种有一点 hip hop 的感觉，以前的话有一点没有那么习惯的感觉吧。但是今天的这个舞台，OK 啊，这样。Like different Grace。是different Grace， 是真的 respect 你们，对不起。谢谢。大师团有何评价呢？从作品编排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很直接，上来就是那种很猛的力量从后面走上来。然后我觉得很巧妙的一点呢，是因为你们中间加了一段 storm， 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会把你们前面后面的铺垫更好的往下顺。如果再往上给一点的话，就小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舞蹈再弄得频率快一点，但是已经很棒了。谢谢。你们为什么选这首歌？然后怎么编排的？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们舞社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偏 girls hip hop 的这种风格的舞台，然后刚好这首歌《木兰》它本身真的就代表了女性力量，所以我想把这个东西展现给大家看。我觉得很幸福，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可以选队员是吗？然后又可以跳的一个很帅的 girls hip hop 的舞蹈。因为木兰的故事，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就是看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个故事。我好像差不多每一次就特别不自信的时候，我都会记得他那首歌 Reflection， 然后就是应该是李玟唱的自己。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活出就是自己喜欢的自己，差不多这样的歌词。当然，每一个人都特别想其他人喜欢我们，但是我有一次就问自己，我想别人只是喜欢我，还是尊重我？因为有时候那个 respect 不是你对人好，或者你笑笑，你美美的，就其他人会 respect 你。然后我觉得来到这里，无论多苦，就是要做一个自己可以 respect 自己的人。就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己喜欢自己，自己尊重自己，其他东西都不太重要。这个突围赛真的让我自己也站起来了。就是之前还是好像找不到自己要跳什么风格，或者找不到自己在这个团在做什么，但是现在就觉得自己可以继续跟妹妹们打仗，然后show the world， 就是给其他人看女性的舞者的魅力，那我们的 power， 我们的故事，我们的 message。好像找回第一天为什么来这个节目的初心找到了。然后我一定要给很多掌声，我们其中一个女生，她就是郭嘉宇。她真的是那个将军那个 general 后面的那个脑子，就是一个军师。OK， 然后呢，其实他在我们身边就默默的一直付出，我觉得有时候他付出是最多的。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发觉我在他身边是
超级有安全感的，因为他非常的照顾人。我觉得我来这里就是大家的姐姐，但是我找了一个妈妈。你看这个服装，这个东西都是他昨天晚上4点钟帮我弄好的。就是孩子啊，你明天一定要好好看的去上学。就是我特别的感动，因为看一个冰的公主，其实你不觉得她很会照顾人，但是她是每一秒都在 focus 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个舞台做好，怎么可以把每一个人的 C 位都突出来，什么什么。她可能现在话不多，但是她非常的在我们团里帮助很多，功劳很大，就是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像妈妈，但是我确实很想家了，因为我很喜欢《花木兰》这个电影，因为我之前就是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父母，好像花木兰她可以替父出征，然后保护她身边爱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女孩子，我们可能是被保护的人，但是我们也想有能力可以保护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然后我就是想起那个剧情，就是花木兰最后她没有要皇上的赏赐，而是回乡陪父母，就是我真的想家了，就感觉。It's okay。大家都想家。对，因为前天是我爸爸生日，他是端午节生日嘛，然后我爸爸从来不会跟我说，就是说，宝贝女儿，爸爸爱你这种话从来不会说。但是那天他跟我说了这句话，我就是觉得我陪伴他们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想，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他们。我们在一起是相互照顾，不是我一个人照顾，我们都是相互照顾。然后他们也像我的家人，所以跟台下姐妹是一样的。对，我们好像就是太专注于作品了，好像就是已经忘了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们的初心是想把这首歌的中心思想传达出去。我们很致敬木兰的精神，同时也结合舞社，因为我们身边都是大家一起像一个团队，然后我们想把这个团魂弄出来。非常喜欢你们刚刚的这个表达，我知道所有人一定都非常累，可是你们最后在台上真的把自己最有 energy 的一面拿出来了，非常的感动。恭喜你们进入晋级区。那轮到我们的时候，大概没有晋级鞋吧，大家加油啊！但是晋级区满了，是不是就不能末位淘汰？末位淘汰。接下来有请第3支出场的队伍——西湖女辣子。有请周馨宇、陈书毅、梁诗雨、胡冉儿、王木南。这个腿长的真的过分啊，很烂。这是第一次大家能自主选择自己的伙伴。我希望这一次我的队员都能让别人看到自己能跳自己最喜欢的舞蹈。我们就是想好好的就尽我们的全力，然后美美的去完成这支舞。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I don't know what it is. No.
哎呀，最后一下没踢好，好可惜啊！这个 ending， 哎，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站好，站好，站好。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哎呦。怎么办？最后那个 ending， Oh my god！我觉得他的动作都不一样，力量不一样的，所以有一点。好的，社长与4位主理人，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本轮的选择。3、2、先看票再说。1。2票。2票。好的，获得2票，开启不服挑战。有没有人不服的？我们上吗？这边应该 call 了吧？该 call。我觉得应该挑战了。觉得我们肯定会被 call out，因为已经后面不剩几组了。如果他们进了，那就是7、8、9、10、13个。call 了我们就上了。那上了，上呗。上就上，上，不是上直接上了。会很担心会不会到后面的话，就是晋级位坐满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表演了。就靠没有其他选择。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不站起来靠的话，好像后面就会越来越难，可能机会真的就没有了。我不能让他们2个努力这么久，然后直接我们3个直接回家。上吧，上吧。来啦，终于来了。2组吗？妈呀，2组！好的，有2组队伍，分别是秃凹凸和毛龙鱼。现在请台上的西湖女辣子选择挑战你们的对手是谁？3、2，靠哪个？大力吧。就是虽然大力老师蛮强的，但是如果看队员平均实力的话，我们是觉得我们这边跟大力队的胜算可能要高一些。1，我们选择大力这一组。好的，那么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大力、刘亚楠、李晨嘉译。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淘汰赛，要淘汰一大半的人嘛，所以我们想说拼尽全力100%做好它，就当最后一次舞台去做。之前的舞台可能我们都有去跳 swag， 然后也有跳编舞，但是从来没有跳过 urban 一点、有故事性一点的编排。因为我们这些女孩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感情也好，经历的一些困难也好，我们想通过这一支编排来诉说一些故事。哇哦。The future is golden. The future is
帅啊，大力！帅，好有戏啊！前面真的好，前面。我觉得他们开头很好，开头那个飞蛾进入，包括音乐的铺垫，包括那种音效的小细节的卡点，他们卡的都不一样，我觉得是很妙的。会真的让我很窒息的感觉，他们的这种演技跟这气口，就是比如说那种嘘或是咚那种，会被这样这种震慑到的感觉。好的，感谢凸凹凸。那么同样，请西湖女辣子回到我们的舞台上。社长和4位主理人需要再次给出他们的评定，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你们本轮的选择。3、2、1，3票，恭喜凸凹凸3票晋级。其实我觉得越来越严格。对啊。我先对spicy group。spicy hot girl 吗？可以，我可以叫你 spicy 吗？啊，可以。Of course。好的 ，spicy。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energy， 每一开始你们的演技都是很好的，然后特别诗瑜。我觉得他真正的了解这样的感觉，木兰也进步了很多，因为一开始一直看他跳这个国风舞，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这样的舞蹈要有基本功，然后要对很多动作嘛。但是比如说你用这个毛巾的部分也有一点不一样，这高度也不一样，所以观众们看的时候会有一点有点乱吗？乱的有几个部分，然后 2 on 2一开始也是我觉得 idea 很好的 ，safe 的是 safe， 是 safe。这个舞大力这个很突出了，所以每一个缺点也看不出来，所以我希望2个位可以努力一点点，可以变更好的。这个2个字有很好的舞者，但大力的作品，我给了票。我觉得大力是很聪明的，因为如果做很难的作品的话，不能完美的状态吧，因为准备的时间那么短。大力他应该知道这个3个人的话，他的能力，其他的2个人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他也觉得应该不需要那么难的动作。那么难的队形，而且这样的考试的话，这样的风格是很适合的。对，很多人有选择什么的，是好看的，而且帅的感觉开始啊，然后后面开心一点，是大家觉得帅的，然后帅之后开心的。比赛的话 OK 的，是很聪明的变化的想法吧。那你们的呢？是。今天是考试，这样的内容对考试的话有一点太难了吧？而且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你们。我经常说需要努力，然后努力的意思是不是只有用身体的？我的理解是用脑子也努力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做的选择只是努力，没有意思。所以我想问一下，陈诗怡，为什么这个作品，为什么这个5个人，为什么这样的内容？就是我们5个首先组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想要在这个舞台上跳一次纯的 jazz 的作品。就是我编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会先想到大家每一个人出舞台给我的印象。周星宇他在出舞台，这其实真的有美到我。也许技术没有那么惊艳，但是他的样子，他的腿长，也是我们今天想让大家记住的。哇，这腿！再把换。周星宇。然后王木南的话，我一直会记得他的表现力，他的出舞台也好。所以我会想要给他一些演技。然后包括冉儿出舞台也是一支爵士，
然后包括诗雨的高跟鞋拉丁。作为观众的话，我是很能欣赏他那个舞蹈的美感的，觉得真的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舞台。那我一定要让我们的组员每一个人都能完完全全展示出来，每一个人都要被看见。我们想要最后一次跳我们，也是跳所有女孩都喜欢的这样一支 Jazz， 让所有的女孩都能觉得它好看，觉得它是时髦的，是流行的。西湖辣妹子，我最开始没有给，但是后来我给了，因为我觉得，让你们直接走也是特别可惜，我也会特别难受，所以我把这个票给了你们。然后，因为编排确实可能，舒一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其实就可能作为观众来说，没有太能 get 到你的点吧，今天看你们的装扮，然后你们的这支舞蹈，它一定是甜、酷、辣和性感，对吧？但是呢，这4个东西没有做到特别的极致。那甜不够特别甜，那你要是辣，你要给我做到非常的 hot。只要这些点都没有做到特别的极致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总是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我想说，真的，今天就是一个比赛，它就是很残酷，就是你考虑的点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里面再多加几个大家在一起非常有凝聚力的东西，让人一下子会的 wow 的东西的话，也许可能会对你们的这个作品有所帮助。然后我再说一下这边的作品，然后我没有给手的原因，我觉得大力很突出，但是你的突出我没有觉得太带得动后面的2个人。今天我说的稍微的可能残酷一些吧，因为我也不能，就是大家也不能每次都一直在夸，一直在好。就当然每个人都有进步，这是肯定的。就是你们来这个舞社是一定要有进步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力表现的是我能 get 到的，但是这个黑和这个白没有让我 get 到。包括有一些就是拉扯的这些动作的时候，那你的这个黑暗的东西有没有出来？反正我是没有感觉得到。我觉得还可以再多一点点后面进步，因为今天如果是你们晋级的话，我希望后面你们的进步能够再快一些。谢谢。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些许的参差吧，不管是有时候动作小一点不齐，或是大家的那个就是那个 energy 稍微有点差异，或者像最后一下那个木兰那一下，其实如果能够再定多久一点点，我觉得可能大家，因为你很快就开始摸头发了，就结束了，你知道吧？所以那个瑕疵比较明显。没事。不过因为进步很大，其实进步很大，大家都看到了。当时就是身体有点虚，然后没站稳。可能如果结尾我做好的话，我们就不用到淘汰区了。大力这边听说你们这一组好像有一些困难是吗？你中间有灵感枯竭？因为这一次会更残酷，对。然后他们2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从义工到现在，对。然后我是想要所有人都留下来，所以我想要编出一个能够契合我们3个自身条件的一个东西，就是能够掩盖缺点、抬高优点的一个东西，然后再让大家在这个其中呢，能够再传递一些信息给大家。所以我就是想太多了。然后我有点太想完美了，包括我们前面纯音乐的东西，我们3天编了3个版本。1、2，脖子大，哎，1、2，那个感觉不太对呀。来。哎呀，难产了，完了，好烦啊！后面已经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过渡，就是华丽一点，又觉得好奇怪，但是敷衍了事或者一个调度走完，又觉得太随意。
啊，怎么办？卡住了。可能这个作品到最后也不是完美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也尽力了，因为大家都是不一样的起跑线来到这里的，所以他们不可能4天就能够达到我这样的程度。哎，我没有夸自己的意思啊，就是对，但是他们已经很努力了，然后包括一直给我信心，他们两个会缓和我的情绪，然后再把我从那个情绪里面拉出来，所以就很像我们这支舞的作品。1、2、3、4、5、6、7哒哒吧哒哒1，觉得是大力肩上背负着3个人的使命，所以我和亚楠只能说尽可能的去多练习，不要在这些地方给他添负担嘛。哎，我们蹦蹦蹦，你刚好飞。5、6、7走，蹦蹦蹦，耶，很不错，好无语啊！被惊喜到了，真的，感觉突破了瓶颈。我觉得他们两个也是在后面支撑我的2个人，所以我不能够倒下。可能我当下是很崩溃，但是我的脑子也一直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太信任我了，我也不想让他们失望。是我们第一次光脚跳舞，让我们拍张照纪念一下吧。好呀，用我的三星 Z Flip 3吧。你的手机好小巧啊。对呀，它不光颜值能打，还特别轻巧，跳舞的时候装在兜里一点都不会觉得累赘，而且还可以这样立着拍摄舞蹈动作，非常方便。就是永远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谢谢，谢谢。那么现在请凸凹凸移步至我们的晋级区。谢谢西湖女辣子。好多优秀的队员要去淘汰区了。但确实比赛就是这样，就有很多不确定性了。现在晋级名额还剩4级。稍微动一下身体啊，因为他可能会跟我们当组一起上。不靠就没舞台了，不靠就上不去了。本节目由徐锦欢独家冠名播出，上天猫购徐锦欢冰淇淋享专属福利。接下来出场的队伍，变形计，让我们有请伍思、李佳恩、优越、简之婷、吕雪。加油加油！哇，好青春啊！今天他是男高，今天很帅耶。当时我就心里就是捏着一股劲的，就是我一定要做好，要让所有的宝贝们全部送去晋级区。我跟伍思说，我说那个我有一个那种2人的想法。伍思姐姐是非常厉害的老师，我之前就挺喜欢伍思的，我很相信伍思。我说来吧，别墨迹了，然后我们5个马上就成一队了。接下来要同心协力哈。好，3、2、1，加油！5个人突然就是热血澎湃了一下，我们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专门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我也被他们带动起来，开始兴奋，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到最后没有一个人看过《数码宝贝》，谁懂啊？我以为这首音乐是《灌篮高手》里的插曲。其实这个动漫是没看过，其实我也没看过。所以到底谁了解数码宝贝啊？咱们可以浅看一下吧。别管，那我等会儿出去我就连看100集。好的。因为一个是数码宝贝，然后它是一个变身进化的过程，然后也象征着是我们有一个变形进化的过程。因为这次我们选择跳 locking， 我们想着加到这一趴可能会更加让人眼前一亮吧。
年的感觉。我太喜欢这首歌了，你知道，我想跟着一起嗨那种感觉。我刚那个眼泪差点就晕出来了。你看得出来他们跳的是 locking 吗？对，就看到一点点，很难，这个其实这个舞挺难。那请问一下身边的主理人们，就是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数码宝贝。对，就是我有一个点，就是我刚刚跟菲姐讲，我说他们刚刚是跳 locking 了吗？然后菲姐说有吗？我们俩在这讨论了一下，就是这个舞台对你们来说都不是跳 locking 的人，就是特别难。就是我虽然知道大家都努力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呈现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怎么说呢？每个人肯定都是有进步的，在这个舞台上。但是今天，少了一点团队的 energy。其实这首歌非常的燃，它唯一的燃点就是哈露娜在前面的那个地方。那为什么所有人都欢呼了？那就是因为是哈露娜的那个地方，让我们可能心情激动了一下，然后好像又回去了。然后呢，今天我觉得让我看到有进步和就是我看在眼里的是优越和简之婷，就很有 energy。我其实刚刚看这个舞蹈 ，OK， 我觉得是，like there's a flow， 但是每一个点都是没 hit the limit， 没有这个没到极致，对，没击到点上，对，所以是 OK。I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your stage， 但是没有这个 amazing 的点。今天是考试，而且很重要的，而且一个舞台需要全力。那如果不是，我们已经看过了你的全力的时候，而且你是 old school 的 dancer、popping 的 dancer， 用 locking 的时候不好而且我觉得舞蹈是一个文化。对，舞蹈是不是只有运动动作就好，不是这样子的，好看就好，不是这样子的。特别街舞的话 ，street dance 的话，需要文化。那街舞用 rocking 的时候，不对的动作的话，那对爱舞蹈的人说，不行。对，所以你们加油。好的，社长与4位主理人，请在我倒数之后做出本轮的选择。3。好难啊，这个。我看到那边也很犹豫。2。1。不是吧？只有我啊。OK。一票啊？那我输咋办？只有我吗？只有我啊。OK。只有1票，抱歉，变形记的5位社员直接淘汰。啊，直接淘汰了？对，就0票或1票就是直接淘汰啊，就是有点残酷的。先说的是刚刚4位。我这边说一下吧，因为我是唯一给票的那个。是，就是这首歌本身是一个非常元气的歌，然后你们的编排其实也都很元气。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我为什么会给这一票？我真的是深深的被优越给打动了。回想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因为还有一点语言的关系，然后跟其他人不太熟，他怯生生的站在舞台上。今天气场全开啊！所以就说，比方说像你们讲，你们担心自己的表演可能太像个联欢会或干嘛，可是也许你的 energy， 你在台上这个努力想要绽放的心是可以弥补这一切的。谢谢老师。他昨天彩排的时候还因为刚才滑出去的动作把这手弄伤了，今天还是坚持在跳的。啊！
啊！许安，你先轻轻给他绑一下就好了，痛吗？别用力，千万别用力。没有用力。哦。没关系。去医院吧。去医院。他不想去医院。真的没。我想要练习。因为练习，我们明天可以练习啊。对，没关系。但是明天就是瑞希。早去早回来，想休息。我明天早点过来。听话，站起来。拿着你的东西，是所有工作人员会带你去的，对吧？真的对不起。真的呀！不要道歉啊！这是什么的？这是什么的？小事一桩。哇哦！好棒！就是觉得挺对不起我的队友们的。啊？为什么？没有。怎么呢？为什么一直叹气？有什么话把它说出来吧。不是姐姐的问题。大空调怎么了？空调老师，你说。我说，对，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排练好像还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中间还发生了比较多的插曲，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是在那种团队的协作能力上是差了一点，因为我们是5人组，我觉得团队协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但是我们中间，就是因为编排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吧，算是，我就觉得在那个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凝聚力来说没有那么的强。起了什么争执？争执的原因嘛，争执的原因就是我来站在中间讲一下。这位姐和这位姐，这位可以讲。哎，话筒那边话筒给我。稍等一下，你应该又吵起来。2位大公司的姐在我面前吵起来，我也不知道该帮谁，你知道吗？一瞬间。你真的很不稳定，你没有办法保证在这个地方一定会做对。我不是说我没有练习，我也不是说。我知道，我没有否定你。真的要打起来，他们俩在外面，我害怕死了。就是他们当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吕雪摔门而出，李佳恩夺门而追他。吕雪关门他推门，关门他推门，然后后面就咣咣咣，我以为打起来了，我马上冲出去，笑死我了。对，真的。然后他们俩吵的时候，我那个摄像师傅这样追上去拍，我说这个时候拍不得，2个大公司女人惹不起的。不要引战好吧，我们还是很友好的。我最后思考来思考去，我觉得到底是谁的错呢？是伍思的错。对。大空调，伍思。就是2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队伍把这个作品更加的完美，就2个人各执己见，就开始你说说我说说，但2个人语速特不快，一时间我根本找不进去劝和的那个插入的那个接口。然后我们的妹妹呢，一个是可爱，一个是听不懂。真的听不懂。那简直你嗨干嘛这样啊？然后优越，要不然姐姐不要吵架，姐姐。我们练习的时候是，吕雪姐姐也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她也着急，所以她跟李江姐姐battle的时候，他们的聊天。battle的时候，对。是的，一个可爱，一个听不懂。真的好怪，那个懂吗？那个对吗？那不是是的，真的。对嘛？对吧？不懂，我真的听不懂。所以我先短时间，所以先不管他们，所以我自己练习吧。我进之前一直 locking 的练习，后面对吗？一直这样，所以我也惊讶了。把优越的所有词汇让他逼出来了，你知道吗？他让他生气了，我觉得。是啊，他让他生气了。逼出来了，这个语速都开始。他们演了一个小品。我事后还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所有中国女人都这样的，让她不要害怕。伍思太好笑了，伍思。我反而觉得他们刚刚那一趴就看起来就关系就特别好，
是不是你们是不是用错方法了？老师，你是没看到潮的时候真的不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团队内没能帮上什么忙，然后这一次我就把它真的当做自己的最后的机会，然后我也就是呕心沥血、费尽心思，就是想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就是说加进去那句台词，然后还要包括跟灯光老师沟通，我就一定要拿个神圣的那种黄色的神圣的光。老师，如果可以再高要求一点，可不可以有一个从天上打下来的那种有印花的、会转圈的那种灯？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设备的？我不是想只有这个光，我是就是别的场景光也是有，只不过是多加几个这个转圈圈在中间。后面就是想有一个那种这种从下往上这个。来，哎，后面往上吧。李老师，你看灯光是幼儿园级的。李老师也过来看一看，李老师。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在我的理解当中是这种表现和那个就是能量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们刚刚能够再多争取一票，就可以留下来了。没有，这都是结果了，我们都接受的。好的，那么再次感谢《变形记》的5位社员。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哎，搞砸了，我的队友要走了，还是对自己感到失望吧。我觉得，因为伍思他压力很大嘛，他作为队长，他其实是一直特别想带着我们能够走向成功的，包括优越妹妹也是，她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是希望我的队友们能够有更加好的结果吧，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难过。帅死了，很好看，很好看，很美，雨雪很美。下一组出场的是我们的毛龙鱼。